帮我看看，好看吗？挺好的。那我再涂点胭脂。哦，奴娇姐姐，可否将面衣摘下，我来为你整理妆容？不必了，谢谢桑儿。我们萍水相逢，这几日一直劳烦你照顾。客气什么？能照顾昔日的花魁，也是桑儿的福分。哪有什么花魁啊，不过是班主为了招揽生意编的罢了。不可能，姐姐如此美艳，昔日定是花魁。过眼云烟，早就忘了。甭管当没当过花魁，你在阁楼那么多年，肯定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吧？还有风流才子什么的，比如诗人之类的。说到诗人，楼上倒是来了几位。阮家酒楼请我们来，就是为了给诗人唱曲儿。管他什么诗人，我只要英俊好看的。抱抱，你可真是喜欢男人呀！哟，哪有你小趴喜欢呀？这才几天呀，就跟班主搞上了。你瞎说！吵什么吵什么？赶快画！抱抱喜欢男人呀，我就是男人，虽不英俊，但是我有劲儿啊！滚一边去！今晚你不从我，从此以后我就让你吃苦头。看什么？画！这边。怎么还背着剑呢？虎口之物只能随身携带。以剑虎口，难不成你是刺客？这位郎君说笑了，奴娇自幼喜弹琵琶，可随着年岁增长，仅靠琵琶无以为生，便拜师习得剑舞。今日既背了剑，又抱了琵琶，诸君可选，亦可先弹琵琶，后舞剑。你的声音竟一点都没变。可是坐在主位上的客人，您的声音我却从未听过。冷兄，冷兄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奴娇是个盲女，如何就盲了双眼？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那就先舞剑吧。剑舞也是我大唐瑰宝，会剑舞的女子不在少数，但像你这般的盲，哎，倒是少见，倒是少见。刚才扶我的那位小姐，可否帮忙抱下琵琶？多谢。
娇眼盲，长剑所及，但愿不伤到诸位。樱桃，我们苏山店的伙计樱桃小时候学过盘子舞，樱桃，你与之一起跳。遵命。娇奴，可是在叫我？错了，我叫奴娇。三二妹妹，劳烦扶我下楼。刚才为何不动手？席上有高手。高手？那个耍盘子了？不止他一个。那之后该如何？我可是给了你定金的。他们不是在喝酒吗？过不了多时，便个个会烂醉如泥。你只需告诉我，要杀之人在哪个房间即可。是强傲。好剑法，看着是真刺客。哎呀，好险，他果真是刺客。交给你了。班主何在？出来答话。小的在。小的不敢欺瞒，此女子确实不是我们玄火班的人，是我们来的路上
正好撞上他要上吊，便就……哎，我家班主心善，见他既会弹琵琶又会舞剑，就把他收留下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带着佩剑上吊，是专门喜欢被勒死？恐怕上吊是守株待兔吧？应是提前得知玄火班要来这阮家酒楼，特意在那儿等你们呢。冷吉，愿代他受罚。他不叫奴娇，他叫娇奴。我们在洛阳相识，那时我在神都谪居备考，却屡试不中，以致意气消沉，整天混迹在秦楼楚馆。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们，互下温暖，相伴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娇奴渐成头牌，每日应酬达官贵人。有一次，我去找娇奴，看见他正被一个将军搂抱，我不忿，上前呵斥，结果被痛打。愤怒之下，我迁怒于娇奴，发誓从此不再相见，并诅咒他定会盲了双眼。我好恶毒啊！如今想来，实属不该。他本歌姬，应酬客人，也是为了尽早赎身，与我永不分离。后来，我因尝试汉诗行，一举成名，不再醉心科举，而是回到南诏，专事诗歌，与其他3字为伴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但我的心中一直对你存有愧疚。今日就让我冷吉替他顶罪吧。娇奴是否杀过人，他口说无凭，即便真的没有，也难逃惩处。因为我大唐虽不进4口，可一旦有行刺之举，多人按预谋杀人问罪，而预谋杀人不管得逞与否，都是大罪，公谢必会重判。不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若今生能与娇奴重逢，立刻与他拜堂成亲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哎，这样婚宴我阮家酒楼包了。要什么婚宴？对，我2人这就对月拜堂。怎么，娇奴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？你不肯原谅我？难道我还会再失去你吗？也罢，你在行凶现场被抓，即便不出死刑，恐怕也要长流3000里，终是难以生还。不如我冷吉就先行一步，到阴曹地府去等你拜堂。
同一把剑下，来生也好相认。郎兄，不可！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我这可是祖上传下的家业，若是二位在我这儿，以后谁敢来吃酒？哎呀，你说什么疯话呢？既可共死，何不同生？糊涂！是冷兄，既相互有情，今晚便拜堂成亲，哪怕明天一早再送去官府嘛。我愿做保人，若质疑包庇之罪，我高达一人承担。我猜那几个应该是回坊间了。好，先把这两个练家子裁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持刀摸上楼来，却问我要干什么？你这个人有点意思啊！我们中计了，才知道，晚了。杀！赶紧抬了柜子跑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走！呀！他娘的，6冷7冷，怎么还不来呀？都让开！捂住口鼻！啊！穷寇莫追。